我穿越到古代第一天就白捡了2个美貌媳妇，可我半点高兴不起来，甚至想原地一头撞死，再穿回现代当牛马。我是被饿醒的，一睁眼就闻见一股10几年没洗的破棉被馊味，眼前是四处漏风的破木屋，房梁都快断了，窗纸上全是洞。我正猛着呢，就看见床边的草席上缩着2个蓬头垢面的女人，盖着破布冻得瑟瑟发抖。紧接着一块半透明的系统面板弹在我眼前，我才搞清楚，我穿到了刚结束27年藩王混战的大齐朝，成了村里有名的懒汉李三。天下刚定，皇帝鼓励农耕，娶一个媳妇就分2亩地加5斤粮种。原主为了骗粮种，直接从县衙牢里领了2个犯官之女回来，拿了10斤粮种4亩地，才4天就造了3斤粮，自己顿顿吃饱。俩姑娘一天只给喝1口稀米汤，稍不顺心就拳打脚踢。夫君，缩在左边的于巧倩先醒了，瘦的一双眼睛格外大，怯生生地看着我，声音小得像蚊子叫。我去煮饭。她撑着身子要起来，我看着她身上破得看不出颜色的衣裙，心里烦躁得很，随口就说：行了，你歇着吧。话音刚落，她猛地一抖，右边的白雪儿也醒了，看起来才15岁，像只受惊的兔子一样钻到她身后，拽着她的衣角小声问：姐姐，怎么了？我还没说话，脑海里突然响起2道怯生生的声音：他是不是又要打人了？我背上还疼，能不能不要打我？我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我居然能听见这俩姑娘的心声。对，原主这4天造的孽都算我头上了。俩姑娘都吓出应激反应了，我怕温声细语反而让她们更怕，只能故意板起脸凶：让你们上床睡就上床，找打是吧？俩姑娘果然吓得立刻爬起来，咬着牙脱外衫。我一眼就看见她们后背纵横的红痕和淤青，就伤是牢里打的，新伤全是原主的手笔。我看得太阳穴突突跳，这原主是个什么畜生？这么2个小姑娘也下得去手？我没脸再看，转身就躲去了外屋。一抬眼更头疼了，外屋的灶台塌了一半，铁锅锈的都能刮下破伤风粉末，水缸裂着缝往外渗水，整个家也就比家徒4壁强一丢丢。现在是北方深秋，再过2月就入冬，就这破房子破粮食，我们3个说不定都得冻死饿死在这。我又想起原主那丢人的黑历史，为了蹭一口饭，天天翻墙去找村里的胖寡妇，结果把自己那方面的功能整废了，没处撒气就天天打俩媳妇，我都嫌丢人。吐槽归吐槽，日子还得过。我翻出来原主他爹留的弓箭和柴刀，打算去后山碰碰运气。现在天寒地冻的种不了地，只能先打猎搞点吃的。我背了水囊就出了门，屋里的俩姑娘听见我走了，才敢小声说话：姐姐，我好饿。白雪儿窝在于巧倩怀里，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瘦得手都只剩骨头了。于巧倩也饿得肚子咕咕叫，却还是搂着她小声吼：雪儿乖，睡着就不饿了。等夫君回来，说不定今天能多给我们1口迷汤喝。白雪儿乖乖嗯了一声，闭紧眼睛不敢哭出声，心里还在祈祷：今天夫君别打我们就好。我刚走到村口就被人喊住了，抬头就看见村里那个膀大腰圆的胖寡妇靠在门框上晃着手里的窝窝头，冲我抛了个媚眼。我摸了摸腰上的柴刀，直接笑了。我刚打算进山打猎，就被村口的胖寡妇堵了。她晃着手里半个窝窝头，冲我抛媚眼说只要我今晚翻她家墙，这窝窝头就归我。换以前的李三早就屁颠屁颠扑过去，可我现在浑是穿来的现代人，别说半个窝窝头，就算他给我10斤肉，我也消受不起啊。我冲他摆了摆手，背着弓箭就钻进了后山。深秋的山林落了厚厚的黄叶，踩上去软乎乎的。我转了快1个小时，连个兔子影都没见着，正郁闷呢，忽然看见前面枯树干上长了一排风干的木耳，我赶紧掏出来带的破布袋，一股脑全刮了下来。刚把木耳塞好，我就听见旁边传来野鸡的嘎嘎叫。我赶紧摘弓搭箭，对着声音来的方向就射了出去，结果箭擦着野鸡尾巴飞了出去，那野鸡扑棱着翅膀就跑了。我正懊恼呢，眼前忽然弹出来一行小字：狩猎熟练度+1。我点开系统面板一看，原本0的狩猎熟练度居然真的涨了1点，合着只要真的打猎就能长熟练度。我瞬间来了精神，我又往山里走了点，捡了半袋干蘑菇，还挖到了1株小灵芝。折腾到下午，肚子饿得咕咕叫，正打算往回走呢，忽然看见前面俩公野鸡正绷着脖子打架，看那架势都快打出鸡脑子了。我悄悄摸过去，拉弓瞄准，这次特意顺着破弓的偏势调了点角度，一箭出去，正好射中其中1只的脖子。狩猎熟练度+30，我乐得差点蹦起来，拎着野鸡就往村里跑。还没进家门呢，我就听见屋里2个小姑娘的小声对话：姐姐，我好饿啊，夫君怎么还不回来？是不是真的不管我们了？别瞎说，再等等，等他回来，我们少要1口吃的，他就不会打我们了。我推开门进去，于巧倩吓得一哆嗦，赶紧撑着身子要下床。夫君你回来了，我这就给你煮饭。我故意板着脸摆了摆手：煮什么煮？你看你站都站不稳，病了我还得花钱给你抓药，躺着去。我拎着野鸡去了外屋，刷锅烧水拔毛，把野鸡肉剁成块，加了干蘑菇木耳一起煮，又焖了1锅干小米饭。没一会，肉香就飘满了整个屋子。我听见里屋的白雪儿咽口水的声音：姐姐，好香啊，是煮肉对不对？我好久都没吃过肉了。别想了，那是夫君的，我们能喝口米汤就不错了。我端着小米饭和1大碗野鸡肉推门进去。愣着干嘛？过来吃饭啊，都不饿。
白雪儿先怯生生地走过来，只盛了碗底的一点小米饭，就蹲到了墙角。于巧倩也跟着盛了一点，跟她蹲在一起。我一看就来气，以前的李三真不是人，还定下不让上桌吃饭的破规矩。都给我上桌坐！以前的规矩今天起废了，我不想说第二遍。俩姑娘吓得一哆嗦，赶紧坐到了桌边，还是低着头不敢夹肉。我把2个鸡腿分别夹到她们碗里，白雪儿吓得手一抖。夫君，我不吃肉，我吃米饭就够了。夫君你吃，我们不饿。我板着脸说，让你们吃就吃。昨晚我爹给我托梦了，把我骂了个狗血淋头，说我亏待他2个儿媳妇，再敢打你们就让我天打雷劈。我琢磨着也是，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有我一口吃的，就少不了你们的。以前的事儿都翻篇了，听见没？白雪儿眼睛一下子就红了，咬着嘴唇小声问：夫君，你说的是真的吗？你以后真的不打我们了？我会洗衣服，会做饭，还会绣帕子换钱，我能干活的，你别赶我们走就行。我笑着揉了揉她的头发。傻丫头，我赶你们走干什么？以后饭管够，肉也管够，等咱们日子过好了，还给你们做新衣服穿。眼前弹出系统提示白雪儿好感度加10，我再看向巧倩，她还是低着头扒饭，虽然没说话，但是碗里的肉也慢慢吃完了，耳朵尖悄悄红了。雪儿早就饿坏了，啃完鸡腿还舔了舔手指头。夫君，这肉真好吃，我长这么大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我笑着又给她盛了小半碗饭，加了好多蘑菇。好吃就多吃点，以后天天给你们打猎物吃。等过段时子，咱们把那4亩地种上，收了粮，咱们还能蒸白面馒头吃。雪儿听得眼睛发亮，一个劲点头。我刚把剩下的野鸡肉装进瓦罐挂到房梁上，白雪儿就踮着脚凑过来，小脸上还沾着点油腥。夫君，挂那么高干嘛呀？不然被老鼠偷了，你今晚就得饿肚子。她吐了吐舌头，蹦蹦跳跳的去帮我端热水。我把冒着热气的木盆放到桌边，冲2个姑娘招招手：倩儿、雪儿，过来洗洗脸、泡泡脚。天寒地冻的，别冻坏了。雪儿乖乖凑过来，抓过帕子就往脸上擦。于巧倩站在原地没动，眼神还有点发愣。我故意挑眉调侃她：怎么还要我亲手给你递帕子啊？她脸刷的一下就红了，连忙接过帕子，小声说了句谢谢夫君。等他们洗完脸抬起头，我眼睛都直了。原来这俩都是实打实的美人胚子，就是长期饿的瘦了点，等以后养胖了，绝对不比现代的女明星差。我正盯着他们看呢，俩人收拾完就要往地上的草席钻，我赶紧上前拉住。干嘛去？地上这么凉，睡生病了我哪有钱抓药？都上床睡，机子还暖和。雪儿乖乖哦了一声，扒着床边就爬上去了。于巧倩站在原地，手指紧紧攥着衣角，半天没动。怎么还怕我吃了你啊？我要真想干点啥，你躲地上也没用啊。她脸更红了，磨磨蹭蹭半天，还是爬上了床，缩在最靠边的位置，连大气都不敢喘。晚上冷风顺着墙缝往屋里灌，我冻得半个肩膀都露在外面，也没心思打什么歪主意，伸手就给旁边的于巧倩掖了掖被角。她身体猛地一抖，眼睛瞬间睁开，满是惊慌地看着我。我失笑：想什么呢？被子漏风，掖好点，别冻着。他愣了好半天，又小声跟我说了句谢谢，转过脸去。我隐约看见他耳朵尖都红了。第二天我起得特别早，挑水烧水忙得脚不沾地。于巧倩听见动静要起来帮忙，我伸手把她按回被窝。别起来了，你穿的那么薄，冻感冒了得不偿失。今天没活，我一个人忙得过来。他哦了一声，乖乖躺着，还偷偷抬眼瞄我。我把昨晚剩下的素米饭捏了2个扎实的饭团当进山的干粮，剩下的加了水熬成粥，把剩的野鸡肉倒进去。没一会香气就飘满了整个屋子。白雪儿迷迷糊糊醒过来，揉着眼睛跟于巧倩嘀咕：姐姐，我昨晚又梦见吃肉了，好香啊！我刚好端着粥碗进屋，笑着敲了下她的脑门。小馋猫，什么做梦？昨晚的肉是真的，今天还有加了肉的粥喝，快起来！她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朵根，连忙爬起来坐到桌边，拿起筷子搅了搅粥，把藏在底下的肉块夹到我碗里。夫君要去打猎，耗费力气，夫君多吃点。不用，我碗里有。今天我再去给你打只野兔回来，烤着吃，比炖的还香。他眼睛亮得像星星，捧着碗小口小口喝粥。系统提示弹了出来，白雪儿好感度加10。我心里美滋滋的。夫君，衙门给的粮种只有10斤，照咱们这么吃，过不了几天就没了。到时候……他话没说完，头埋得低低的，生怕我生气发脾气。傻丫头，担心这个干嘛？夫君有本事弄吃的，你放心，有我在，绝对饿不着你们俩。赶紧喝粥，凉了就不好喝了。吃完饭，我背着弓箭就往山里走。刚出村就遇到了王赖子，这货跟原主以前是狐朋狗友，最是游手好闲，为了2斗米连亲生孩子都卖了。他靠在墙边阴阳怪气的喊我：哟，这不是李三儿吗？听说你找了媳妇儿，还骗了10斤粮种，我劝你悠着点儿。来年种出粮食，官府把你抓去修河鸡，有你好受的。关你屁事！真被抓了，我还能去牢里蹭吃蹭喝，总比某中人用孩子换米吃强吧？你也不怕晚上来找你索命？他脸色一下子就变了，又瞥到我背上的弓箭，嗤笑一声：这不是那个连饭都吃不上的穷小子吗？
还背着个烧火棍出来晃呀！再敢给我造一句，这剑下次就钉在你舌头里。你敢？你个小崽子还反了天了！讨厌，给我回来！今天运气格外好，刚进山没走多久，就看到一只野鸡在草丛里觅食。我拉弓搭箭，一箭就射中了它的脖子。系统提示狩猎熟练度加30。我美滋滋的把野鸡塞进袋子里，又往山里走了一段。我发现地上有新鲜的狍子粪便，眼睛瞬间亮了。要是能打到一只狍子，拿到县城去卖，不仅能换不少粮食，还能买点粗盐和不回来。找了半天没找到狍子，倒是遇到不少野兔，虽然没全射中，但熟练度蹭蹭往上涨。没一会就听见系统提示音响起，狩猎等级提升，获得奖励，体质+1获得奖励，精致弓箭物品难以开启。我当场就乐了，把系统奖励的精致弓箭拿出来试了试，手感顺滑，力道也足，比原主那破弓强1万倍。我正开心呢，一抬头就看见前面有一头200-300斤的大野猪，正靠着树干蹭痒呢，浑身的鬃毛硬得像钢针，看着特别凶悍。我心跳瞬间就快了，这要是能打到野猪，这个冬天的温饱都不愁了。我屏住呼吸，轻手轻脚凑到射程范围内，拉弓搭箭，第一箭射中它的后腿。他嗷的一声就红着眼睛冲我冲了过来，我不慌不忙抽出第2支箭，一箭射中他的脖子，第3箭直接射进他的眼睛里。他晃了晃庞大的身子，重重倒在地上。系统提示狩猎熟练度+50，我开心的差点蹦起来。我把野猪收进物品栏，又往山里走了走，挖了一株品相极好的灵芝。回来的路上还打了一只雪白色的大兔子，皮毛油光水滑的，包下来能卖不少钱。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刚到院门口就撞见雪儿抱着一捆枯枝，冻得小脸通红，看见我眼睛一下子就亮了。夫君，你回来了！我赶紧把他手里的枯枝接过去，把兔子塞他怀里。这么冷的天，谁让你出来捡柴的？冻感冒了怎么办？快进屋！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回来了？这么大的兔子，今晚烤着吃。雪儿抱着兔子蹦跶着往里跑，边跑边喊：姐姐姐姐，你快看，夫君打了一只好大的兔子！我进屋就看见巧倩蹲在灶边烧火，看见我进来小声说：夫君回来了，我煮了点粥，怕你回来饿。我心里一暖，点了点头。辛苦了，你回屋暖着吧。他犹豫了一下，还是站起身回屋了。我听见他的心声，他好像真的变了，不是在骗我们。我处理兔子的时候，巧倩还出来给我递了一碗热水。夫君，喝口水暖暖吧。还是我家倩儿贴心。等明天我把野猪卖了，给你和雪儿买新衣服，再买点糖果回来给你们吃。他脸一红，小声说：不用那么破费的，能吃饱饭就好了。我摆摆手：那怎么行？我李毅的媳妇儿怎么能穿得破破烂烂的？必须穿新衣服。等我把烤得金黄流油的兔子端进屋的时候，2个姑娘眼睛都看直了，不停咽口水。我撕下2个最大的兔腿，分别递给她们，快吃，小心烫。不够还有。雪儿捧着兔腿啃得满脸是油，我笑着给她擦了擦脸，慢些吃，没人跟你抢。喜欢吃以后我天天给你打。系统提示白雪儿好感度+5。我转头看巧倩，她也吃得很香，虽然没说什么，但看我的眼神明显柔和了很多。吃完饭后我们就早早睡了，雪儿缩在我怀里，睡得特别香。巧倩也没再躲着我，呼吸慢慢平稳下来。我本来睡得好好的，后半夜就觉得怀里热得慌，像抱了个小火炉。我迷迷糊糊醒过来，一摸雪儿的额头，烫得吓人，起码有39度。我瞬间就清醒了，坐起来晃了晃雪儿，她迷迷糊糊哼了一声，眼睛都睁不开。我赶紧把巧倩摇醒，她吓了一跳。夫君，怎么了？我声音都急了。雪儿发烧了，烧得很厉害，你在家看着她，我现在进山去找退烧药。夫君，现在天还黑着，山里有野兽，太危险了。我咬了咬牙，抓起床边的精致弓箭就往外冲，再危险也得去。夜里我一摸雪儿的额头，烫得像火球，当场就沉了脸，瞪着于小倩骂：我临走前怎么跟你们说的？天凉不许出门捡柴，偏不听。现在染了风寒怎么办？于小倩脸瞬间就白了，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夫君，我会好好照顾雪儿的。以前她在大牢里染风寒都是我照料的，没有药也能熬过去的，求你别赶她走。我又气又心疼，踹了踹旁边的凳子。你要是也冻感冒了，我把你俩一起丢出去。你在家看好她，我出去一趟。我转身就往门外走，没听见我走了之后，雪儿迷迷糊糊醒过来，拉着巧倩的手哭：姐姐，夫君是不是嫌我累赘，要把我扔了？别怕，有姐姐在，肯定护着你。冷风顺着破衣服的窟窿往身上灌，冻得我直打哆嗦。平时要走6个小时的路，我5个小时就跑到了乡里。快到药铺的时候，我把筐里的野鸡、木耳、蘑菇都压在底下，上面盖了一层干柴，假装是卖柴的穷农户，免得被人盯上抢东西。到药铺的时候，小伙计正往上插门板，看见我穿得破破烂烂的，挥着手就赶我：去，卖柴火的别在这儿挡道。去，穷鬼，别挡着做生意。让他进来吧。走进药铺，就看见一个头发半白的掌柜正用小秤称药，旁边站着个清秀的小姑娘，正低头认真记账。我上前躬身行礼：掌柜，
求您救救我家高烧的娘子！我掏出用不小心包好的2株灵芝，轻轻放在柜台上。这是我从深山里采的灵芝，采摘的时候没碰坏，品相都完好。我想用它来换药。掌柜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拿过去细细抹撒了半天，点点头。好品相的赤灵，难得。丫头，过来搭把手，给这位客人抓药。来啦！姑娘应声过来，还偷偷抬眼看了我好几眼。我犹豫了一下，把另一株灵芝也推到掌柜面前。掌柜，这株能不能换后些厚纸旧被褥和衣物？家中媳妇穿得太薄，冻得受不住了。掌柜的赞许地点点头，对玉竹说：“玉竹，去把那上好的固本丸包上，再拿2匹旧棉布料子。小六，去后厨扛半袋糙米和1床旧被褥过来。这可如何是好？多谢掌柜，多谢姑娘。这点东西不成敬意，您别嫌弃。以后你采来的药材，我都给你公道价。”我背着被褥、粮食和药，拼命往家赶。水囊早就喝空了，喉咙干得冒烟，肚子饿得咕咕叫，也不敢停半步，就怕雪儿烧出个好歹。刚到村口，就听见我家院子里传来王赖子的贱笑：“小娘子，李三儿那个怂货护不住你，你跟了我，我给你一口饭吃，不比跟着他强。”你别过来，我夫妇马上就回来了。哟，还敢咬我，我打死你个臭娘们！我气得脑门青筋都蹦起来了，冲进屋一把夺过王赖子手里的烧火棍，迎面一拳就砸在他脸上。他嗷的一声惨叫，门牙都掉了一颗，捂着嘴满嘴是血的骂：“李三儿，你竟然敢打我！”我揪住他的衣领，眼神都快冒火了：“我的媳妇你也敢碰？”我抽出墙角的柴刀，狠狠砍在他的小腿骨上，咔嚓一声脆响，他嚎得跟杀猪似的，满地打滚。我像拖死狗一样把他拖出院子，扔在门外的土路上。滚！下次再敢来，我打断你另一条腿！我拍了拍手上的灰，转身进屋。夫君，我没事。还说没事，都磕红了，有没有哪里疼？他摇摇头，眼睛红红的。系统提示弹了出来，于巧倩好感度+1。我心里松了口气，这姑娘总算对我有点改观了。我赶紧进屋看雪儿，她缩在被窝里。别赶我走，我以后肯定听话。傻丫头，不赶你走，我给你抓药回来了，喝了药就好了。我把药包递给巧倩，倩儿，你去把药煎了，5碗水剪成2尾。郎中说要趁热喝。巧倩接过药包，愣了半天，我才反应过来，她估计是没想到我一大早出门是去给雪儿抓药的。她看着我满身的汗，裤脚上全是泥，眼睛更红了，小声说了句谢谢夫君，然后转身去外屋煎药了。我把背回来的被褥拆开，盖在雪儿身上，又把那些旧衣服拿出来。这些都是药铺的小姐给的，厚得很，你们以后穿着就不会冻感冒了。还有2斗粟米，1斗大麦，够咱们吃好一阵儿的。我烧了锅开水，又淘了点粟米煮粥。赶了1天路，我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了。没一会，巧倩换了身衣服进来，是件靛蓝色的厚布衫，洗得干干净净的，穿在她身上特别合身，头发也梳得整整齐齐的，看着格外清秀。我笑着夸她真好看，咱们家倩儿穿新衣服就是好看。夫君奔波了1天，我来煮粥吧，你去歇会儿。不用，你去给雪儿用温毛巾擦擦身子，敷在额头上，烧退得快。郎中说烧久了会变傻的。他赶紧点头，端了温水进屋照顾雪儿。药煎好的时候，粥也煮好了。我扶着雪儿坐起来，她迷迷糊糊的，看见我还瘪着嘴。夫君，我还以为你不要我了。傻丫头，我怎么会不要你？快喝药，喝了药就好了。他捏着鼻子把苦药喝完，没一会就又睡着了，小眉头都舒展了不少。我和巧倩坐在灯下喝粥，他先吃完，端了盆热水进来，蹲下来就要给我脱鞋。夫君走了1天路，泡泡脚解解乏。不用，我自己来就行。你今天也累坏了，早点歇着。他也没坚持，站在旁边看着我。我实在是太累了，洗完脚倒在床上，没1分钟就睡着了。我睡着之后，巧倩坐在床边，看着我熟睡的脸，又看了看旁边盖着厚被子安睡的雪儿，轻轻叹了口气。她之前总觉得我是装的，迟早会变回以前那个好吃懒做、打老婆的李三。可是今天我拼了命跑了50里路给雪儿抓药，还为了他们跟王赖子拼命，这份心意是装不出来的。她坐在灯光下，手指轻轻绞着衣角，心里想：如果他真的能一直这样，好像这样的日子也挺好的。我醒过来第一件事就是摸雪儿的额头，指尖温温的，已经不像昨夜那样烫得吓人。悬了一整夜的心总算是落地了。雪儿刚好也醒了，睁着水灵灵的大眼睛看着我，声音糯唧唧的，还带着刚睡醒的沙哑。夫君醒了。我去做饭，你刚好得吃点好的补补。夫君，还是我来吧。旁边的巧倩也坐了起来，她穿着那件厚布衫，气色比之前好了太多。以前冻得连床都下不来，现在早就活泛了。你天天进山打猎那么累，
做饭这点小事我来就行。也行，那你做饭，我去挑水砍柴，顺便把院子扫扫。我扛着扁担出去挑水，一回头就看见巧倩站在灶台边，隔着窗户看着我忙活，眼睛亮闪闪的。我听见她的心声，李家祖宗真是显灵了，她怎么跟换了个人似的？以前连油瓶倒了都不服，现在居然天天挑水砍柴，再也不打骂我们了。我偷偷笑了，看来我这老实人形象总算是立起来了。吃完早饭，我看着雪儿乖乖把药喝了，就背着弓箭进山了。前几天布的陷阱被野物踩过，可惜来晚了一步，只剩几滴血，应该是被别的野兽叼走了。我试了试刚升到熟练级的箭术，20米内简直箭无虚发，没到正午就猎了一只肥野兔和一只野鸡，收获满满。我怕2个姑娘在家担心，也没往深山里走，收拾东西就往回走。路过王赖子家门口的时候，还听见她在屋里鬼哭狼嚎，她那个懒婆娘慢悠悠地拎着几根枯枝往家走，连门都懒得进去看她一眼。我嗤笑一声，这货就是活该。刚进家门，巧倩就跑过来接我肩上的弓箭。夫君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是担心雪儿吗？是有点担心，这天越来越冷了，这破房子再不修整，入冬了咱们3个都得冻成冰棍。我打算搭个火炕过冬。火炕？那是什么东西？烧上火就能整间屋子都暖烘烘的，睡在上面一点都不冷。他听得眼睛都亮了。下午我端了一碗粟米往村里何铁牛家走。何铁牛是村里有名的老实人，当年为了照顾瘫痪的老娘躲了征兵，人勤快又孝顺。以前他最瞧不上原主那种懒汉。我刚进门，他媳妇眼疾手快就把我手里的粟米抢过去。哎呦，李三儿兄弟啊，什么风把你吹来了？有什么事你尽管说。嫂嫂，我想借你们家推车用用，这碗粟米就当是谢礼了。不就是个推车吗？拿去用，拿去用。铁牛，快把推车给兄弟推出去，顺便教教他怎么用。何铁牛憨憨的笑，看我推得笨手笨脚。你这么推不行，得用巧劲儿。来，我教你。我看着他一身的力气，心里动了念头。铁牛哥，你帮我干一天活，我给你1碗粟米怎么样？我要做土坯砖搭火炕，一个人干不完。做土坯砖？你要盖房子啊？盖房子来不及了，搭火炕。我把火炕的好处又跟他说了一遍，他听得眼睛直放光。我搭的时候你跟着学，学会了你也给你娘搭一个，冬天就不会生冻疮了。何铁牛当场就拍胸脯，成，我帮你干活，不要粟米，你教我搭火炕就行。那哪行，一码归一码，你帮我干活还教你搭火炕，粟米也照给。之后的3天，我们俩天天起早贪黑和泥做土坯。何铁牛力气大，推黄土的活他一个人全包了，我负责往泥里加草木灰和秸秆，这样做出来的土坯更结实。每天中午晚上我都炖野鸡肉给他吃，他吃的特别香，边吃边说：李三兄弟，以前是我看错你了，你现在真的改好了，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找我，我肯定帮你。以前是我混账，前几天我爹给我托梦，把我骂了个狗血淋头，说我再混账就天打雷劈，我哪敢不改啊！3天下来，土坯砖摆得满院子都是。我特意端了一碗粟米给何铁牛送过去，他媳妇乐得合不拢嘴，拉着我的手一口一个兄弟，亲热的不行。我顺便去西屋看了看他瘫痪的老娘，屋子四处漏风，老太太盖着破棉被，冻得瑟瑟发抖。我心里发酸，想着等我们家火炕搭好了，第一个就帮他加大。土坯砖要晒几天才能干透，我正好趁这段时间去县城把野猪卖了。乡里都是穷农户，没人买得起这么大的野猪，只有县城的大户人家或者酒肆才收。出发前我特意捆了几捆干柴放在推车上，假装是去卖柴的，免得被人盯上。何铁牛特意过来帮我把门窗都加固了，拍着胸脯跟我说：你放心去，我每天都过来溜达2圈，保证没人敢来骚扰弟妹们。家里米和肉都够，水缸我挑满了，雪儿的药再熬一副巩固一下，我最多2天就回来。夫君路上小心，我们在家等你。夫君要早点回来，雪儿在家乖乖的。笑着应了声好，推着车就出门了，没注意到王赖子拄着拐杖躲在墙角。李三儿，你个狗娘养的，等我腿好了，非打断你的腿，把你2个媳妇儿卖到窑子里去。我出了村，左右看看没人，就把推车和干柴都收进物品栏，轻装上阵往县城赶。天还没黑就到了安平县城，城门口的士兵扫了我一眼，见我穿的还算整齐，也没多盘问就放我进去了。县城比乡里繁华多了，我找了个没人的角落，把推车和野猪拿出来，用干柴盖好，推着车找买家，问了几家肉铺，都收不起这么大的野猪。我正发愁呢，就看见街上最大的粮店人进人出，老板穿的绸缎衣裳，一看就有钱。我寻思着卖野猪的钱本来就是要换粮食的，不如直接卖给他，换粮还省得我再跑一趟。我走进粮店，对着老板拱了拱手：东家，我有个好货，您要不要看看？徐老板上下扫了我一眼，看见我脚上的破布鞋，撇了撇嘴：你那几捆破柴也叫好货？赶紧走，赶紧走，别耽误我做生意。不是柴，我是个猎户，今早刚猎了头大野猪，新鲜的很，你要是收，价格好商量。徐老板眼睛一下子就亮了，跟着我出来看。我掀开干柴的一角，露出野猪油光水滑的皮毛。我正等着他开价呢，突然听见他的心声：这可是好货，卖给城西酒赛至少能卖1000钱，给这穷小子500钱就拿下，转手赚500。不对，这小子一看就是乡下过来的，好欺负。
我干脆说这野猪是他偷我的，给押180钱把他抓起来，白得一头猪还多赚几百钱，太划算了。脸上的笑瞬间就僵了。合着这老东西想空手套白狼？不动声色，趁着弯腰盖柴的功夫，偷偷把野猪收进了物品栏，然后装作喜出望外的样子，跟着他进店。伙计们，把这个偷猪的小贼给我绑了！3个小伙计一拥而上，熟练的把我绑了个结结实实，一看就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我故意装作惊慌的样子挣扎。老板，你干啥？凭啥绑我？徐老板冷哼一声，凭啥？我家昨晚丢了一头野猪，今天你就推着来卖，不是你偷的，是谁偷的？把他嘴堵上，等衙役来了送进大牢。小伙计拿起一团麻布就塞进我嘴里，我呜呜的喊不出声。没一会儿，一个穿差衣服的李班头就带着2个衙役来，徐老板拉着他到一边嘀嘀咕咕，袖子里的手来回比划。我听见徐老板说给180钱，李班头才满意地点点头。李班头走过来，冷冷的扫了我一眼，人赃并获，带走。我趁机扭动身子，把嘴里的麻布蹭掉，高声喊道：抓贼要拿赃！你说我偷猪，总得让大家看看猪在哪儿吧？粮店里本来就人多，一听见有热闹，立刻围上来一大圈人。我今天就是来卖柴的，什么时候偷猪了？猪就在外面的推车上，我刚才还看见了，大家一看便知。他得意洋洋地走到推车旁，猛地掀开上面的干柴，所有人都探头去看，结果推车里空空如也，别说野猪了，连根猪毛都没有。围观的人轰的一声就笑了，徐老板脸都绿了，把推车翻了个底朝天，啥都没找着，愣在原地半天说不出话。我赶紧装出委屈的样子，各位父老乡亲，给我评评理啊！我就是个山下过来卖柴的，进店里问他收不收柴，他二话不说就把我绑了，还说我偷猪，这不是明摆着讹人吗？求官家给我做主啊！人群里立刻有人起哄，就是啊，没赃物也敢抓人。我上个月还听说徐老板诬陷别人偷粮，卖了人家500斤4米呢。我抬头一看，说话的是另一家粮店的刘老板，明显是徐老板的死对头。围观的人议论得更凶了，李班头脸也黑了，冷冷地看向徐老板：还抓吗？徐老板脸一阵红一阵白，抓吧，没赃物还得倒贴180钱，不抓吧，脸都丢尽了。最后咬了咬牙，硬着头皮说：是我看错了，一场误会。误会就完了？平白无故绑了人，总得给个说法吧？对呀！徐老板气得浑身发抖，只能咬牙吩咐伙计：去，给这后生装3斗粟米，当赔礼了。伙计赶紧装了3斗粟米递给我，李班头挥挥手让人给我松了绑，骂了徐老板几句就带着人走了。我揉了揉被勒得发红的手腕，拎着沉甸甸的3斗粟米走出粮店，忍不住感慨：这古代的人性可真够黑的。要不是我能听见心声，还有系统物品栏当底牌，今天怕是就得栽在这老东西手里。今晚要是卖不掉猪，我连住店的钱都没有，就得在大街上冻一晚上。我突然想起刚才黑心老板的心声，卖给城西王记酒肆，至少能卖1000钱，说明这王店主肯定有实力吃下这头猪，只能去碰碰运气了。大不了再耍一次物品坑的底牌。到了城西，我一眼就看见最气派的那家王记酒肆，进进出出的客人都穿得干净体面，一看消费水平就不低。我摸了摸口袋里仅有的2枚铜钱，这是我全部家当，把推车停在侧边，脸上堆着笑就迎了上去。去，没钱别在这儿晃悠，耽误我们做生意。我赶紧攥住他的手，把2枚铜钱悄悄塞过去，压低声音说：大哥，麻烦你通报下王店主，我有上好的野味要卖，绝对是好东西，成了我再谢你。你放心，这货绝对能让他满意，他肯定不会怪你多事的。行吧，你在这儿等着，我去叫店主，就说你是我乡下堂弟，省得被直接赶出去。这就是你堂弟？怎么从没听你提过？店主说笑了，我是山里的猎户，今天运气好猎了头野猪，足有250斤，想问问您收不收？当真？这么大的野猪可不好猎，你别是来糊弄我的。您跟我来看看就知道了。今早刚猎的，新鲜的很。我领着他走到推车旁，掀开盖在上面的木柴。王店主凑过去一看，哎呦喂，这品相可真好，肥膘厚实，肉质肯定紧实，是头好猪。说吧，你想卖多少钱？900钱，比他买黑心老板的价格少100，也省得讨价还价。成，就900钱。看你小子实在，推着这么大的猪进城也不容易，不跟你还价了。你在这等着，我去拿钱。我心里七上八下的，赶紧用木柴把野猪重新盖好，手紧紧攥着推车把手，随时准备把猪收进物品栏。刚才被黑心老板坑的阴影还没散呢，没一会王店主就出来了，身后还跟着3个伙计。我心里一紧，我操，又来！给900钱，你点点清楚。我愣了半天，赶紧接过钱，连连道谢。多谢店主，多谢店主。他叫住转身要走的我，这么晚了你要去哪儿？不如进店吃点东西。放心，不要你钱，
我犹豫了半天，实在是又累又饿。那就多谢店主了。他领着我找了个角落的空位坐下，拎着个酒坛过来，拔掉封塞，一股淡淡的米香飘出来。他倒了2碗酒，把其中1碗推给我，来尝尝我这蜀香酒，烈得很，慢点喝。差点笑出声，这酒精度数比啤酒还低，也敢叫烈，但还是得捧2句。好酒，入口醇厚，后劲十足，真是好酒。这话正说到他心坎里，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很快，伙计端来1大碗热气腾腾的粟米粥，还有2碟小菜。王店主摆了摆手，慢慢吃，我去后厨看看我的野猪。我一边吃饭一边观察其他桌的菜式，发现这年代的吃食实在单调，连馒头、面条这些后世常见的主食都没有。我心里又开始打致富的小算盘。要是能把这些做出来，肯定能大赚一笔。吃完，我找到刚才帮我通报的伙计丁二，偷偷塞给他10个铜板。多谢大哥刚才帮忙，这点心意你收下。哎呀，兄弟，你太客气了。吃饱了吗？没吃饱我再给你盛1碗。不用了，大哥。问下这附近有没有便宜点的客官？有，3钱就能住1晚。出门往东走，到头右转就看见了。以后你再有野货就往我们这儿送，我们收，价格长期销路稳了。哎，好，下次来给你带点山里的干馍。住了1晚，第2天我去集市买粮食。一口气买了500斤粟米、100斤大麦、100斤小麦和60斤黄豆。这2张兔皮成色好，给你30钱。最后身上只剩10几个铜板，背着满满1车粮食往回赶。回到村子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我刚到院门口，就听见屋里雪儿的声音：“姐姐，夫君怎么还没回来呀？会不会出什么事啊？”别瞎说，夫君本事大着呢，肯定是路上耽搁了，再等等。倩儿、雪儿，快来搭把手！终于到家。这俩丫头果然等急了。是夫君，他回来了。 3个人一起推车，没走几步，哐当一声车翻了，粮食袋子滚了一地，我哭笑不得。你们这哪是帮忙，分明是帮倒忙啊！一起把粮食搬进屋里，看着堆得像小山似的粮食，雪儿笑得眼睛都弯了，再也不用担心饿肚子。我累得瘫在床上不想动，雪儿轻手轻脚地走过来，帮我脱掉沾着泥的鞋子，用小手轻轻捏着我酸痛的小腿，小声说：“夫君辛苦了。”给你和你姐姐的，特意在县城给你们买的。姐姐，你看，夫君给我们买的发簪真好看。这好感度差的也太多了。第2天一早，可铁牛就找上门来。李三兄弟，今天能不能带我进山一趟？我想跟着你学学打猎，再摘点山货。我娘最近嘴馋想吃鲜的，我自己进山容易迷路。行啊，走吧。我带你去。俩人在山里转了一上午，没打到猎物，摘了满满1袋子干馍。兄弟，天快晌午了，咱们要不回去吧？别出声，嘘！我嘘了一声，指着前面草丛里低头啃草的傻狍子：“你在这儿等着，我去就回。”我猫着腰悄悄摸过去，避开铁牛的视线，把系统奖励的硬木弓拿出来，拉弓搭箭，一箭精准射穿了狍子的头颅。系统提示狩猎熟练度+35，我赶紧把弓收进物品栏，对着铁牛大喊：“铁牛哥，射中了！”好家伙，你这箭法也太神了！我来扛，我力气大，你背山货。回去的路上还捡到我之前下套套住的兔子。兄弟，你这下钻本事也教教我呗。行啊，回头就教你。回到村，铁牛把狍子送到我家门口就走，提都不提分肉的事。这铁牛也太实诚了，得把兔肉给他送过去。你是不是傻？一起进山，他又是狍子又是兔子，你就拎回来点破蘑菇。前几天你还天天去给他干活，白忙活了。我啥也没干啊，都是他猎的，蘑菇也挺香的呀。我笑着推门进去，嘿呦，刚进院就听见嫂嫂念叨我，是不是夸我呢？刘氏看见我手里的兔子，眼睛瞬间亮了。李三兄弟来了，快进屋坐，吃饭了吗？嫂嫂给你盛粥。不用了，嫂子，这兔子给你们的。今天多亏铁牛哥帮我扛狍子，不然我都弄不回来。还有啊，这是给小牛的，孩子长身体，吃点肉长壮实。刘氏故作推辞，手却死死攥着兔子。哎呀，你太客气了，都是自家兄弟，这怎么好意思？是啊，兄弟，你拿回去给弟妹们补身子。别啊，明天我还要搭火烫，还得麻烦铁牛哥过来帮忙呢。这兔子就当我提前给他谢礼了。兄弟，我家那婆娘让你见笑了。铁牛哥，这说的什么话？村里我最佩服的就是你，孝顺又实在。以后咱们互相帮衬着，一起把日子过好。来年种地，我还得靠你多指点呢。你放心，以后有啥事尽管开口，我绝不含糊。这天一大早，可铁牛的大嗓门就隔着院墙砸进。三兄弟，起来没？早等着你了，就差你过来开工。天不亮我就把雪儿和巧倩叫起来了。今天要拆了隔墙板，搭个宽大火炕。北方的冬天能冻掉耳朵，没火炕这个冬天我们3个都得遭罪。可铁牛推着车去拉黄土和泥，我带着俩媳妇拆隔墙。那墙本来就是松木板钉的，没费多大劲就拆下来。雪儿抱着拆下来的木板堆去院子，歪着脑袋问我：夫君，火炕真的像你说的那样，冬天睡上去暖烘烘的，不用缩成一团吗？
那当然，等搭好你就知道了。到时候热的你都不想下床。巧倩在旁边默默扫着地上的木屑，听见我的话，嘴角悄悄翘了一下。我听见她的心声：以前的李连连烧都嫌麻烦，现在居然连火炕这种从没听过的东西都会打。这可是后世东北人民的智慧结晶。搁这儿当然是新鲜玩意儿。王赖子拖着伤腿躲在那儿偷窥，眼睛粘在雪儿和巧倩身上，那眼神别提多恶心了。我故意抬眼往他那个方向扫了一眼，他吓得一缩脖子，赶紧躲到树后面去了。可铁牛拉着黄土回来，把粟米秸秆切碎了混进泥里，泼上水使劲搅拌，没一会就和出一堆黏糊糊的黄泥。我走进屋喊他：铁牛哥，麻烦你帮我把地面夯实点，不然火炕容易塌。好说。何铁牛扛着碗口粗的木桩走进屋，砰砰砰几下就把地面砸得结结实实，连灰尘都没扬起来多少。接下来就是搭炕的关键步骤，我指挥着一层黄泥一层土坯砖垒框架，连新灶台的位置都预留好了。何铁牛看得一头雾水，兄弟，你这法子真能行吗？我长这么大从没见过这么大床的。等烧上火你就知道了，保证你看了之后回家也想搭一个。4个人从大清早忙到太阳西斜，总算把火炕和新灶台都搭好了。我还特意垒了个高高的烟囱伸出屋顶，接口处抹了厚厚的黄泥，防止漏烟。我让雪儿抱来柴火塞进灶堂引燃，火苗噼里啪啦烧起来，烟顺着灶堂钻进火炕的通道，最后顺着烟囱顺利排了出去。没一会，火炕表面就透出了温热，连整个屋里的空气都暖了起来。何铁牛伸手摸了摸温热的炕面，我的天，还真是热的，这可是个宝贝啊！冬天睡上面就算不盖被子都冻不着。兄弟你太厉害了，我明天就去推黄土做土坯，也给我老娘搭一个。没问题，到时候我去帮你。晚上刘和铁牛在家吃狍子肉配粟米粥，他扒了2大碗就急匆匆往家跑。兄弟我先回去了，得跟你嫂子说这火炕的好。太暖和了，夫君你太厉害了，以后冬天再也不用冻得睡不着觉了。现在还不能睡，得等黄泥彻底干透，不然容易裂。再等几天咱们就能舒舒服服睡暖炕了。夜里我们3个躺在旧木床上，都忍不住往火炕的方向看。雪儿的心声甜滋滋的，夫君真厉害，跟着他以后再也不用饿肚子受冻了。巧倩的心声也软乎乎的，她好像真的和以前不一样了，从来没强迫过我们，待我们也温和。要是能一直这样就好了。我听着心里暖的不行，这俩姑娘总算是放下点戒心了。接下来几天我特意叮嘱他们，接下来几天烧火别太旺，免得把炕烤裂。何铁牛每天都过来摸一遍炕面，干劲十足的去拉黄土做土坯，打算入冬前给他老娘和自己屋里都搭上火炕。4天后，火炕终于干透了。终于干透了，雪儿迫不及待地铺上草席和被褥，好软好暖和，比之前的破木炕舒服100倍。巧倩站在炕边看着他雀跃的样子，嘴角也露出了浅浅的笑。倩儿，你笑起来真好看，以后该多笑笑。夫君说笑了。夫君说的对，姐姐笑起来就是很好看。炕头的位置太烫，我不让雪儿睡那儿，怕她上火。她乖乖点头，怕自己再生病拖累我。晚上我们3个睡在宽宽的火炕上，盖着从陈掌柜那儿换的厚被褥。以前挤在破木床上翻个身都费劲，现在宽敞的能打滚。我迷迷糊糊感觉到怀里钻进来个温热的小身子，低头一看是雪儿，不知道什么时候偷偷挪过来，缩在我怀里睡得正香，小脸上还带着笑。巧倩一开始还担心我会提侍寝的要求，可我从始至终都没碰过她们，连睡觉都规规矩矩的，这份尊重比什么都管用。我听见她的心声渐渐软了下来，彻底放下了防备。第2天我起得早，刚到院子里方便，眼角余光瞥见墙头有个裹着破麻布的脑袋一闪而过，不用想都知道是王赖子。我几步追出去，王赖子，大清早的在我家墙外晃悠，又打什么坏主意呢？路又不是你家的，我遛弯不行吗？我听见他的心声恶狠狠的。哦，你是在盘算等腿好了找我报仇，还想抢我媳妇儿？怎么着？你打断我一条腿就想算了？这笔账我迟早跟你算。你当初趁我不在家骚扰我媳妇儿，我没打断你，能2条腿都是轻的。你要是敢再来惹我，我不介意让你这辈子都下不了床，你自己掂量掂量。说完我转身就走，懒得跟这种赖皮狗废话。当天我去帮何铁牛家搭火炕，他媳妇刘氏非要先给他们自己屋里搭大火炕，剩下的土坯只给老太太搭了个窄小的炕。忙活了1天搭完，刘氏嘴上说留我吃饭，磨磨蹭蹭半天只端出1碗凉粥。何铁牛满脸尴尬，我笑了笑没在意。兄弟我不用了，嫂子，我家里饭早就做好了，先走了啊。明天去趟乡里找石匠打个小石磨，把攒的山货卖了。这株野山参品相好，肯定能卖不少钱。天越来越冷，路上都结了白霜，走了快5个小时才到，累得脚都酸了。得攒钱买头驴，不然太耽误事儿。我第一站直奔陈掌柜的药铺，伙计小六看见我就笑着打招呼：“是你啊，东家在里面呢，快进去吧。”多谢。陈掌柜正站在药柜前整理药材，玉竹小姐坐在桌边写字，看见我进来，手里的笔顿了一下，一个字写歪了，赶紧低下头，脸都红了。我连忙移开视线，躬身行礼：“陈掌柜，玉竹小姐。”是你呀，你媳妇儿的风寒好利索了吧？已经全好了，多亏了您的药，今天过来给您送点我自己采的干蘑，都是精心挑的，味道好得很。我把麻袋打开，里面全是品相上好的干蘑。这怎么好意思啊？我给你算钱。你要是给钱，我可就不送了。上次您救了我媳妇儿的命，这点东西
不算什么。你这小子还挺有心。前几天进山挖到的，麻烦您给长长眼。陈掌柜小心翼翼打开布包，看清里面的野山参，居然是30年的野山参，至少值1万钱。没想到这玩意儿这么值钱。这是30年的野山参，品相极好，至少值1万钱。我这小铺子实在收不起，你去县城的大药铺问问吧。陈掌柜，我信得过您的，这野山参我就1万钱卖给您，您可以分次给我钱，不急。放在您手里能救人，放在别人手里，指不定就成了圈钱的工具。我放心。你就不怕我事后反悔不认账？这可是1万钱，不是小数目。我当然不怕，您的人品我信得过，不然上次也不会为了我媳妇儿的病，又是给药又是给被褥的。陈掌柜哈哈大笑，好，你既然这么信我，我就收下了。你稍等，我去给你取钱。他转身进了后屋，药铺里只剩下我和玉主。这是前几天猎的，皮毛油亮，做围脖更好。这是5000钱，剩下的5000我给你写个欠条。玉竹，给李兄弟写欠条。对了，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李毅，大荒村的李毅。玉竹把写好的欠条递给我，我伸手去接的时候，指尖不小心碰到他的手指，他像被烫到一样，赶紧缩回去，头埋得更低了。我把5000钱揣进怀里，指着柜台上的兔皮说：“这张兔皮是我猎的，送给玉竹小姐做顶帽子或者围脖吧，冬天冷，别冻着。”好，那我替玉竹谢谢你了。玉竹微微欠身，声音细若文瑞：“谢谢李大哥。”我跟他们告辞，走出药铺，揣着沉甸甸的5000钱，心里盘算着先去买石墨，再去买几斤粗盐，然后赶紧回村。刚拐过街角，我就看见王赖子鬼鬼祟祟躲在树后面，看见我出来，赶紧把手里的什么东西往怀里塞，低着头假装系鞋带，那眼神抖抖闪闪的，一看就没安好心。哼，看来上次打断他一条腿，还是没让他长记性。这次要是敢耍什么花招，我不介意让他永远都走不了路。我靠！大半夜爬草丛里装死人，我这是救了个什么麻烦回来？新来的观众老爷们好，我叫李毅，上辈子加班猝死，穿越到了这个大齐王朝，开局破屋一洞，四处漏风，田地4亩荒的长草。县衙为了让人种田，取一期分2亩田，所以我白捡了俩媳妇儿。不过别羡慕，原主是个混蛋，俩媳妇儿被他打怕了，好感度0。系统给了我个半透明面板，力量1，体质1，敏捷1，智力1，比新手村史莱姆还菜。好在有个物品栏，能装东西，能保鲜，打个野猪溜进去，半个月不坏。还有个隐藏能力。能听到媳妇儿的心里话，但仅限于他们吐槽我，比如夫君不会又要打我们吧？听得我那叫一个心塞。总之呢，系统教我生存，没教我娶这么多媳妇儿。不过没关系，先把日子过好，打猎、搭火炕、囤粮食、买骡子，面包有了，爱情慢慢来。好了，上一集就到这儿，接下来更精彩，走起！我靠，这破路，早知道就不连夜赶路了。你说你大半夜趴草丛里装死人，我要是不救你，你这会儿早冻硬了。姐姐，夫君今晚是不是回不来了？都这个时辰了，想来是在乡里歇下了。好吧，一天见不到夫君，心里空落落的。雪儿这是想夫君了。倩儿，雪儿，快出来搭把手！夫君回来了。夫君，这女子是？不认识，回来时见她趴在路边草丛里，顺手救回来的。快抬屋里炕上去。夫君，你快进来看。这般凶险的伤口，这女子来历绝不简单，怕是救回了个麻烦。夫君，这姐姐伤得太重，咱们该怎么办？箭头带倒钩，从后面硬拔回2次伤害。倩儿，按住他，我从前面把箭头推出来。夫君，先喷出来了。好了，箭头拔出来了。夫君，你太厉害了，药壶一扑上，血就止住了。能做的都做了，能不能挺过来，看他自己了。夫君，这是什么呀？石墨。石墨能做什么呀？有了它，夫君就能给你做好多好吃的。好吃的？真的吗？自然是真的。不过雪儿得帮我个小忙，帮我把这些骨壳捣碎。好香啊，比烤肉还香。夫君，水开了。
好了，快尝尝。夫君，太好吃了，比烤肉还好吃。夫君，这面条真香。穿越过来这么久，总算吃上顿像样的饭了。什么都得从零开始，我容易吗我？夫君多吃点，你昨晚拉车累坏了。以后想吃，天天给你们做。夫君，这面条叫什么名字？就叫热汤面吧，寒冬里吃一碗，浑身都暖和。喝吧，喝了就能活下来。也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伤成这样。既然夫君救了你，我们家就是你的家了。夫君，再给我添一碗。小馋猫，慢点吃。你听到了吗？我们家有热炕，有热汤，还有好夫君，你一定会好起来的。呀，你醒了，要喝水吗？有吃的吗？我好饿。有，锅里的粥刚好。姐姐你真厉害，受了这么重的伤，一天就醒过来了。是你们救了我？不是我们，是我夫君昨晚看到你趴在路边，就把你带回来了。倩儿、雪儿，来搭把手。夫君，你救回来的那位姐姐醒了，巧倩姐姐刚给她喂过粥呢。已经醒了，那就说明没大碍了，让她好好静养，再给她换身干净衣服。给屋里的那位送去，让她补补身子，早点好起来。姐姐，你尝尝我夫君炖的鸡汤，可香了。多谢姑娘。夫君，你把最好的肉都给了我和姐姐，自己却吃鸡脚。傻丫头，夫君我就喜欢吃鸡脚啊！你们姐俩不养好身体，以后怎么替李家传宗接代？醒了，感觉怎么样？好多了，多谢公子搭救。只是刚好遇到，总不能见死不救。夫君，洗脚了。李三兄弟，起了没？哎呦，咱们搭的这火炕也太暖和了，真是个好东西啊！天牛哥，炕烧得太烫时别睡炕头，容易上火生病。李三兄弟，你今天要进山打猎不？巧了，正打算去，你来的正好，帮我拖2棵树回来。走吧，雪儿，夫君带你一起进山。真的吗，夫君？夫君，你看这蘑菇真漂亮，吃起来肯定很鲜美吧？雪儿别碰，这蘑菇毒得很，能毒死人的。我记下了。李三兄弟，你快来看，这是被很凶猛的野兽吃剩下的，可能是狼，也可能是熊瞎子，甚至可能是老虎。熊瞎子，大虫！我听说那熊瞎子吃人。夫君，太吓人了，我们还是出去吧。不要害怕，那猛兽早就不在这附近了。铁牛哥，咱们也该出去了。我看成，此地不宜久留。姐姐，我饿。初次被抓去充军，走得太早了，真是苦了这2娃。原主李三偷了他们家大半缸粟米，又是原主造的孽。夫君，你怎么了？雪儿，夫君以前做了太多混账事，那2个孩子饿肚子，是因为夫君之前偷了他们家的粟米。他们好可怜啊，夫君，你去弥补他们吧。以前做的错事，总得自己来弥补。李初四被征兵带走后，就再也没回来，想来早已埋骨沙场。娘，我们回来了，你看，我们挖了好多野菜，我还捡了好多柴火。大鸭和豆子真乖。姐姐，能现在就煮吗？我好饿。嫂子，我进来了。坏人，你出去，不许欺负我娘！李三儿，你非要把我们逼死才甘心吗？我家那点粮食都被你偷光了。嫂子，你别误会，今天过来是来还你粮食，顺便跟你道歉的。你会有这么好心？嫂子，我不是什么好人，但粮食是好东西，你也不想看着孩子饿肚子，对吧？李三儿，你到底想干什么？是想要我这身子吗？可我现在连动都动不了。嫂子，你误会了，你这伤是怎么弄的？前几天发现屋顶漏了，想爬上去堵，结果摔了下来。嫂子，你这是腰伤，尾椎骨有2节错位了，再拖下去可能会一辈子瘫在床。你说什么？我能帮你正骨，就看你愿不愿意信我。好，你来吧。嫂子，等下会有点疼，你忍一下。嫂子，你试着慢慢坐起来看看。
我这是真的好了。骨头挣回来，但还没定型。接下来我每天过来帮你按摩，连续7天就能恢复。大丫、豆子，没脱壳的粟米不能多吃，吃多了容易腹胀。我知道，以前娘说过。你去看看你娘吧，这里我来盯着。嫂子，你们慢慢吃，我先回去一趟。嫂子，这是脱壳的精米，明天让大丫煮这个。木柴够你们用几天，千万别再乱动干活。夫君怎么样了？嫂子是从屋顶摔下来，尾椎骨错位了，已经帮她正了骨，休息几天就能恢复。夫君如今既谦和又踏实，还这般有担当，越来越可靠了。你们去给新月换药，我来炒菜。多谢李公子救命之恩，日后必将报答。秦姑娘不必多礼，顺手搭救罢了。藏身地突然被官兵找到，要么是行踪暴露，要么是被人出卖，我必须隐姓埋名，换个身份活下去。夫君，我明天想吃面条。真是只小馋猫。行，明天给你做。夫君，这是什么呀？雪儿从没见过。等下你就知道了。去拿1碗没脱壳的粟米来。哇，夫君，这东西也太省力了，比用石杵好用多了。铁牛哥，你用石杵1天能脱多少斤粟米？5、6斤吧，胳膊都累酸了。我也差不多这个数。用我这工具，1整天能脱40斤粟米，按7成出米率，能得28斤净米。这木头墩子能有这么快？算过了，500斤粟米脱壳后出350斤净米，卖给粮铺，净赚350钱。这也太赚钱了。嫂子，等你腰彻底好了，我给你也做这工具，让大丫和豆子再也不用饿肚子。娘，这火炕好暖和啊！哟，这东西咋是热的？可真稀罕。娘，咱们家要是也有这火炕就好了，晚上睡觉就不冷了。等来年开春，三叔准给你们家也搭一个。夫君，快盛！太好吃了，嫂子，你们快吃啊！李三兄弟，这面条也太好吃了，真是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嫂子，好吃就多吃点，锅里还有不少。三叔，你太厉害了，我长大也要跟你一样厉害。三叔，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东西。慢慢吃，不够还有。自从初4走后，孩子们好久没这么开心过了。嫂子，你正需要补补，等夫君进山打猎，让他再给你送下来。使不得，入冬了，猎物难得，你该拿去相换粟米才是。嫂子，别客气，你身子好了才能照顾他们，我还等着带你赚钱呢。三兄弟，嫂子记下了。这李三到底给小张寡妇灌了什么迷魂汤？我还以为是贞洁烈女，合着跟其他寡妇也没两样嘛。这些够老子吃几天了？那身形，瞧着像王赖子。糟了！天杀的王赖子，就知道欺负我们孤儿寡母，这日子可怎么过？没了，米没了，肉也没了。三叔，王赖子偷了你送的米和肉，娘和弟弟都在哭。走，等等我，李三兄弟，我跟你一起去。这个王赖子就是个祸害，早就该收拾他了。嫂子，你别哭，有我呢，兄弟给你做主。你在这儿等着，我这就去把东西拿回来。李三儿，你干什么？这是我家，你滚出去！不长记性是吧？李三儿，别打了，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知道我为什么打你吗？知道，我不该偷小张寡妇家的米和鹌鹑。王赖子，再敢伸手，我直接砍了你的双手。说到做到。娘，三叔回来了，他把米和肉都抢回来了。三兄弟，真是多亏了你，不然我们娘仨这日子真没法过了。嫂子，你放心，以后王赖子不敢再对你动歪脑筋。夫君，这面团要做什么新奇吃食呀？别着急，保证是你没吃过的好东西。夫君，这是什么呀？
这叫饼子。这饼子和面条都是用小麦磨粉制作。夫君，这饼子好好吃，麦香很浓。真正有意思的是那台石磨，若是让更多人知道，怕是会改变不少人的生计。这几日多谢李公子和2位姑娘的照顾，我身上没有银钱，唯一值钱的是家传于长剑，不能赠与公子。我愿传授李公子一套拳脚功夫，纵使不当绿林莽妇，也能强身健体。秦姑娘客气了，我这年纪早就过了习武打基础的时候。并非搏杀外家拳法，而是一套养生健体的内家拳，每天练习片刻，大有裨益。这套拳法名为气和拳，共8式，养的是心神，领悟新生存技能武功。系统爸爸还真是无所不能啊！没想到李公子在武道上倒是有些天赋的。伤医好了大半，不能再赖在这里了。我身份特殊，留在这里只会带来麻烦。天下之大，何处才是我的容身之所？明日到了县城，便与李公子告别吧。这份恩情只能日后再报了。秦姑娘教的这气和拳，每练一遍得1点熟练点，练满5遍就不在家了。按这个进度，坚持20天就能升级。不行，还差一点。秦姑娘，你这装扮太惹眼，若遇上追杀你的人，一眼就能认出你。这样就好多了。莫慌，放轻松，没人能认出你。进城干什么？兵爷，我们是乡下农妇，进城卖些山货。进去吧。近几日有女匪流窜到安平县，举报有赏钱。果然是我。记住，任何时候都不能慌。你现在这模样，没人能认出你的。李公子，我们就此告别。你的恩情，我必铭记在心。你身无分文，这些钱不多，先拿去应急吧。是你啊，东家！上次卖野猪那位小红弟又来了。可把你盼来了，快让我看看这次带了什么好货。好家伙，狍子、野兔、山鸡，数量真不少啊！这些又是什么？山里捡的干蘑菇、木耳，还有些药草，都挑干净的。不错不错，我全按市价收了。以后有货尽管往我这儿送，多少我都吃得下。来，小兄弟，这是你的。这位兄弟是第一次来，这是你的。多谢王店主。铁牛哥，你尝尝这酒怎么样？李三兄弟，这药草咱们去哪儿卖？多跑几家药铺比比价，不能只图粉事儿，也不能让人当傻子糊弄。3钱1斤，要卖留下，不卖就走。换一家。 7钱1斤吧，30一斤，217钱，加上之前卖山货的钱，今天竟然进账900钱。先不急，再比比。你这药材品相不错，但没晒干没分拣，我只能给10钱1斤。若是我处理得当，晒干分拣好再送来呢，那就按市价上浮1钱收购。我三财药屋向来说话算数，成交。1斤少卖5钱，30一斤足足少卖了155钱。以后他说什么我都听他的。铁牛哥身强力壮又憨厚老实，正是最靠谱的执行者。让他亲眼看到差距，日后才会不打岔扣的听我安排。2位客官，要多少四米？能装多少装多少。铁牛哥，别贪多，先来1000斤，分袋装好。切莫说笑啊！真要1000斤？哼，他还能骗你们不成？走，争取天黑前到家。自己一个人来，直接用物品篮装粮多省事。没事儿，我还能行。再走一段，天黑前必须到家。哎呦，我的老天爷哦，这得是多少粮食啊！全靠李三兄弟，跟着他比自己瞎跑强多了。憨牛，你以后可得多跟着人家学学。这么多粟米，夫君，那些山货真的这么值钱吗？雪儿，把那箩筐给我拿来。夫君，这皮子怎么没卖？批货店掌柜太黑了，把价格压得极低。这些奸商！所以我一气之下不卖了，留着给雪儿和倩儿做帽子围脖，冬天出门也能暖和些。这袍子皮厚实，给你做冬服里衬肯定暖和。姐姐说的对，夫君经常进山打猎，确实该做件皮袄。试试合不合脚。哇，好漂亮的鞋子！
白雪儿好感度加10，巧倩好感度加5。姐姐，夫君都好久没让我们侍寝了，不侍寝，我们怎么给李家传宗接代呀？开门红，雪兔皮冬日里最受大户人家追捧，有时候兔皮价值超过兔肉本本。今天目标明确，只专注狩猎，要尽快把熟练度刷上去。狩猎熟练加10，狩猎熟练加10。可惜，差点3杀。我操！这是老虎的抓痕和毛，幸好跑得快。虎哥，你再等等，多长点膘。要是能猎到老虎，一张虎皮至少卖15000钱，我都能买一头大骡子了。夫君，你这是打了多少猎物呀？留下一只咱们自己吃，剩下的拿去县城卖掉换米粮。还惦记着囤粮食过冬，夫君真是越来越可靠了。娘，三叔来了，他还带着梯子呢。三兄弟，这是要干啥？嫂子，你这屋顶漏着大窟窿，不修一下，过几天下雪可有的罪受。有劳你了，你可得当心些，慢着点儿。好了，嫂子，明天我再来帮你修窗户和门，过冬也能暖和些。哎，好。三兄弟，嫂子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嫂子又见外了，都是一家人。夫君，你这老面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好呀？都放了好些天了，不会坏了吧？成了，面团发的蓬松饱满，表面全是细密气孔。夫君，这老面真的弄好了。明天给你俩蒸馒头吃，比饼子好吃100倍。裁缝熟练店加15，裁缝熟练店加15，裁缝技能升级，获得奖励智力加1，裁剪缝纫工具套盒。夫君学东西这次快，若是专心读书，定能成为满腹经纶的读书人。雪儿、倩儿，你们戴上试试。姐姐，你戴这个真好看，这兔毛好软呀。白雪儿好感达到60。有了生龙，就能蒸馒头了。夫君，这面团好软啊。雪儿，烧火添柴就交你了。夫君，我闻到香味啦。熟了。夫君，这馒头真的好好吃啊！穿越过来大半个月，终于吃上了一口家乡味儿。人家穿越不是修仙就是斗气花马，轮到我这儿倒成了民间发明家了，什么都得自己做，我容易吗我？娘，我肚子咕咕叫了，能不能先吃点东西？大鸭和豆子在扫雪呢，真乖。三叔，三叔，这是什么呀？真好吃，和面条一样好吃，软软的，特别香。三兄弟，嫂子真是服了你，这馒头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的手也太巧了。先吃饭，吃完再说。嫂子，你放心吃，以后常给你们做。三叔如果是我爹就好了。嫂子，别当真，豆子还小，童言无忌。嫂子，我打算教你蒸馒头，拿到县城去卖，赚到的钱咱们5-5分账。不行不行，5-5分对你太不合适了。那这样3-7分，你来蒸馒头，剩下的都交给我。成，三兄弟你怎么说，嫂子就怎么做。对了，嫂子，腰伤怎么样了？好多了，已经能做点轻巧活了。三叔，你再给我娘摸摸。再给你娘看看也好。早一天恢复，就能早一天干活赚钱。大鸭、豆子，三叔给你们做的帽子，戴上试试暖和不？谢谢三叔，这帽子真暖和。狩猎等级已经提升，又得了这把枪，虎哥，是时候找你算账了。肉质没冻硬，最近2-3天猎杀的，脚掌至少成人巴掌大，体型不少于400斤，正值壮年，距离太远，命中率不到30%，必须智取。上风口、下风口是山坳，距离不到2公里，这气味他想不阴道都难。就是现在！狩猎熟练练加100，
枪声肯定惊动母虎了，此地不宜久留，跑！明日我要去趟县城，再囤些东西，你们在家看门就好。天寒地冻的，跑那么远，太辛苦了。夫君答应过你们，要让日子越过越好，得趁早准备才行。夫君路上小心，我们在家等你回来。这场雪酝酿了好几天，不下一场大的是不会罢休的，得趁雪封路前把该办的事都办了。张贤，圣上既已下令兴农，我们安平县登记在册村子就有160个，就凭这不足2000亩地，如何向圣上交代？大人，属下村落的农户连糠菜都填不饱肚子，男丁所剩无几，又如何开采的那么多荒地？张县城，你布告，凡来县衙分地的农户，免5成赋税；分地10亩以上者，免3年赋税。县令大人，这万万不可！免了这么多赋税，来年秋收收不上足够粮食，朝廷追责下来。先过了眼前这道坎再说。县衙新发报告，分地免赋税喽！分10亩以上直接免3年。齐武帝兴农的决心不小，如今这世道，当个种田大户有县衙免赋税承诺护着，反倒稳妥得很。哎，李兄弟又来了，又打到什么好猎物了？运气不错，打了点好货。劳烦丁二哥帮我喊下王店主，事关紧要。东家，李兄弟又来了，说有好货。哟，这才几天，小兄弟又送好货来了。王东主，借一步说话。小兄弟，这话可不能乱说啊！好几个打猎好手一起去，都未必能活着回来。你莫不是在唬我吧？看着体型倒是像，可没了皮，我如何分辨是不是真猛虎？皮在同伴那儿。王店主要是诚心要，我连夜回去把虎皮给你带来。要？怎么不要？多少钱我都要。后日便是我老母6日杀寿。既然你说有人死伤，价格我自然要公道。虎肉我给20文1斤，但虎皮必须也卖给我，我出2万钱。王老主果然豪爽，虎皮我明晚之前一定送到。从今往后，你就是我王金石的兄弟，在这县城里，不管官差还是地匪，没人敢欺负你。东家，411斤，什么东西这么大，比野猪还重？都给我闭嘴！这块不干严实了，谁泄露出去，立刻滚蛋！兄弟，你数数，总共8220钱，1分不少。王店主的为人我信得过，不必数了。不过明日虎皮的钱还望换成银锭，铜钱带在身上实在不便。好说，别说银锭，你想要金饼我也给你换。秦姑娘，天这么冷，你在这墙角蹲着会冻出病来的。去，没钱就别来住店，欠的房钱还没给。念你是个女子，我没为难你，怎么还敢回来？当主莫怪，这是我婆娘，性子倔，赌气跑出来。她欠的房钱我全补上，另外再住1晚。好吧，不过只能睡通铺了。秦姑娘，快吃吧。李公子，我无处可去了，你能不能收留我？我可以跟你进山打猎，也可以学着做农活，只要给我一口吃的就行。好啊，只要你不介意我们大荒村偏远破旧，等来年种地，我确实需要不少帮手。我不介意的，很多活计我不会，但我可以跟着你学。有秦姑娘在家坐镇，日后我不在家，雪儿和倩儿的安就多一层保障。如今匪患猖獗，偏远村落被劫掠的事时有发生。秦姑娘，我先去一趟乡里办点事，之后再回来找你。晚上我们一同回村。哟，兄长，你这大牲口还没卖出去呢？都是些不识货的东西，不买就别瞎搭话。7500钱，爱买不买。6000钱，你卖不卖？6000钱是低了点，但你大冬天不卖就得等明年了。谁愿意买骡子回家闲养？等他后悔了，你再低价买回来，白赚几百钱。卖，你敢买我就敢卖。用激将法6000钱拿下，正常至少6500，还得磨破嘴皮，赚大了。哎呦，兄弟，可把你盼来了！哎呀，这真是大虫的皮啊！这品相，这威风劲儿，绝了！这是答应你的2万钱，钱货两清。兄弟，你就是咱们猎虎的奇人了，不如留下来参加老母寿宴，让县城富户们都认识认识你。多谢王庄主好意，我不想太过张扬，还望帮我瞒猎虎之事。也好，人怕出名猪怕熊。我婆娘还在客舍等着，一天没吃东西了，快去接来一起吃。秦姑娘，怎么又坐在这里？没事，
客舍里也暖和不了多少的。走，先去吃饭。吃完饭我带你回家。秦姑娘，慢点吃，不够还有。敢问店主，附近可有夜间开门的米铺？走吧。我父亲是靠山王，他战败之后，我们全家都成了反贼。我也上了齐武帝的必杀名录。你有没有想过，这成王败寇自古皆是如此？我杀了齐武帝，战乱依旧会继续。我早就厌烦了。我可不知道什么靠山王的公主殿下，我只认得大荒村的秦姑娘。以后就安心做个农妇吧。大荒村偏僻安静，没人会追究你的过往。以前的秦新月已经死了，从今往后，我就是一个最普通的村姑。姐姐，夫君回来了。秦姐姐，你怎么和夫君一起回来了？先进屋，进屋再说。倩儿、雪儿，秦姑娘如今没地方去，以后就跟着咱们一起生活吧。倩儿姑娘、雪儿姑娘，日后多有打扰了，秦姑娘不必客气，以后都是一家人。夫君，是不是说秦姐姐也是你的媳妇啦？东家都起来了，我一个做活的怎好意思贪睡？有什么需要我做的活吗？那麻烦秦姑娘去割些干草回来喂骡子。等吃完早饭，让雪儿教你怎么用脱壳工具。哎呦喂，李三儿，你现在可真是厉害呀，连大骡子都置办上了。刘氏说的都是真的，你最近赚了不少钱吧？王嫂，这么冷的天你怎么过来了？以前你可没少去我家蹭饭，必须也给我弄一个脱壳的大木疙瘩。嫂嫂，你看我这还忙着搭棚子，木料也不够了。不就是缺木头吗？成，我这就去给你砍2棵回来。李三儿，这棵树够了吧？行，既然嫂子都把树砍回来了，后天你过来拿吧。李三儿兄弟，你可不能厚此薄彼啊！是啊是啊，给王寡妇做就得给我们也做，木料我们都自己带来了。你很需要树吗？暂时应该不需要了。李公子，再弄一面幕墙，我可以睡这里。总觉得睡一个炕上不太合适。秦姐姐，这里还是太冷了，火炕那么大，挤一挤暖和。是啊，秦姑娘，还是睡炕上吧。你若冻生病了，夫君还要跑乡里给你买药。这李三从哪儿弄来的大那么多粟米？莫不是弄到什么值钱宝贝了？等着，你给我等着！我一定要让你跪地求饶！哟，这不是王赖子吗？你们快看他这模样，是被谁给收拾了？有没有吃的？给我来一点，好几天没吃东西了。王赖子，你是不是搞错了？你还欠我10钱呢，跑来要吃的。哼！你们这些人凑一起，身上加起来都没有100钱，在这耍什么呢？我这次来是带你们发财的，干成了每人能赚几百上千钱，信不信由你们。先给我弄点吃的。狗子，去给他盛碗4米粥，让他填填肚子。是李三，和我同村的那个。这小子最近邪门的很，他家院里拴着一头大骡子，还有至少1000斤粟米。1000斤粟米，大骡子，3个小媳妇儿。你可得想清楚了，若你说的是真的，东西有你一份；若敢哄骗我们，把你拖到后山埋雪里冻死。成，若是没有，你们直接把我埋了。走，抄家伙，现在就去！趁着天黑，官府也查不到咱们头上。李三儿，你给我等着，这次我看你还怎么小这个。那3个小媳妇儿怎么分？先办正事儿，东西到手再说。大哥，真有头大骡子，王赖子没说谎。大哥，那3个小媳妇儿咱们怎么分？李三儿直接弄死，省得麻烦。3个女人全带走，冬日里有小媳妇儿暖被窝，再好不？都闭嘴！狗子，去开门，手脚麻利点。外面有人，不止一个。又是王赖子，留不留活口？一个，活口不留。杀人了！大哥，他杀人了！
别杀我！我们知道错了，是王赖子，都是王赖子让我们来的。我家里还有老娘要养。秦姑娘，从现在开始，我们是共犯了，我们的命已经绑在一起，你可以永远相信我。我没有看错人。王赖子肯定在外面，这次一起解决。报官，对，去县衙报官。李三儿，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你饶了我吧。你没错，错的是我，第一次就该直接弄死你。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才能解决得干净彻底。对坏人的心软，就是对自己和身边人的残忍。处理好了，你先回屋吧，剩下的交给我。夫君，你没事吧？夫君，你受伤了，快让我看看。我没事，那是强盗的血，我和秦姑娘已经把他们都解决了。没事就好，那些强盗劫匪都是该杀的，你这是为民除害。是啊，夫君，还有那个王赖子，你打了他2次，带人来害我们，他最该死了。感情家里就我一个人不够杀伐果断啊。不过想想也是，他们都经历过战乱，人性的恶见得太多。夫君，睡吧，明天还要早起呢。如果饿了，可以去我家干活，我给你吃的，你能听懂吗？那跟我走吧。夫君，这是王赖子的媳妇儿，给她盛碗粥吧。这女人不是疯，是心死了。明天来收，肯定有收获。今天运气真不错。野鹿的痕迹还很新。狩猎熟练店加50。这种狐狸的皮毛能卖1-2千钱。我下的套没套到兔子，倒套了只小狐狸。快走吧，下次别来这边了，这里有陷阱。我是不是有点太感性了？昨日手刃那些混混都没心软，看到只通人性的狐狸反倒心软了。这是在给我带路。居然是野鹿，还有带绒的小鹿。我去，今天真是撞大运了！谢谢你了。这野鹿少说也有100斤，2头野猪加起来就当是也比不上鹿这1头，当球吧。刚穿越过来时，翻座小山都气喘吁吁，如今体质已是天差地别。不知道继续强化下去，能不能达到秦姑娘那般水准？三叔好厉害！豆子想快点长大，跟三叔学打猎。好说，等你再大些，三叔就带你进山，大牙也一起去啊。夫君，晚上做烤兔肉吃吧。你这只小馋猫。明天我去趟乡里，把脱好壳的粟米和猎物卖掉，顺便去石匠那里定制石磨和石碾子。要我和你一起去吗？不用，你在家我更放心。夫君如果太晚，就等天亮再回来。晚上天冷看不清路，雪儿担心你。有你在，时间省了1半。时间才是最宝贵的成本，每1分每1秒都不能浪费。怎么没开门？往常小六这时候应该在门口打扫才对。李大哥，李大哥！小六，你这是怎么了？李大哥，你快去县衙看看吧，东家和玉竹小姐都被抓起来了。被抓了？为什么？
是因为为你卖东家的那株野山参。东家救了一个重伤的汉子，用了半株野山参才保住他性命。那汉子留下2个金饼当枕鳞就走了。可昨日下午，县衙捕头带人闯进来，说那汉子是劫掠临县的劫匪头目，说东家是劫匪同伙。东家临走前特意嘱咐，让我一定等你过来，让你去县衙大牢找他。陈掌柜的为人我很清楚，说他们是劫匪同伙，简直是无稽之谈。既然让我遇上了，就没有不管的道理。小六，你先别急，把事情从头到尾再跟我说一遍。那汉子浑身是伤，倒在台屋门口，东家心善把他金饼当枕鳞。陈掌柜救人反倒成了劫匪同伙，这世道还有没有王法？小六，陈掌柜临走前还说了什么？东说他相信李大哥是信得过的人，让李大哥看了账本就明白了，账本在柜台下面暗格里。账本记录清楚，野山参是我卖给陈掌柜的，与劫匪没有任何关联。陈掌柜行医救人，天经地义。李大哥，你一定要把东家和小姐带回来。陈掌柜是我在乡里唯一信得过的合作伙伴，他若出事，日后药材生意就断了销路。更何况，玉竹小姐她这件事我必须管，但硬闯县衙肯定不行，得想个周全的法子。先去县衙摸摸情况再说。干什么的？2位差爷，在下大荒村李三，想求见县令大人，有要事禀报。就你这穷酸样，也想见县令大人？去，别在这儿碍眼。差爷，行个方便，真的是要紧事。等着吧，我去通报张县城。张大人，你就是大荒丹的李三，找本官何事？小的为一桩冤案而来，乡里仁和堂的陈掌柜被诬为劫匪同伙，实在冤枉。此案人证物证俱在，何来冤枉之说？张大人请看，这是陈掌柜的账本，上面清楚记录着野山参是小人卖给药铺的，与劫匪毫无瓜葛。陈掌柜行医救人乃是医者本分，若这也算勾结劫匪，那天下医者岂不人人自危？账目确实清楚，看来此案另有隐情。即便药材来源清白，那金饼确实是劫掠官银，陈掌柜收取赃货也是事实。大人，陈掌柜并不知道那是官银，那汉子浑身是伤倒在门口，若见死不救，才是草菅人命。至于诊金，病人给什么大夫就收什么，哪有先查验钱币来历的道理？大人，陈掌柜在乡里行医数十年，救人无数，乡亲们都能作证。若因救治一个伤坏就定为劫匪同伙，只怕会寒了全城百姓的心。李三，你说陈掌柜冤枉，却不知金饼来历。大人，要如何证明？除非有人能证明那金饼是劫匪随手给的枕金，陈掌柜并无通匪之实。大人，那劫匪如今何在？那贼人狡猾得很，如今正在临县山中流窜，县衙已派捕快追捕。若是能抓到那劫匪，让他亲口承认并非同伙，此案可能了结。自然，但你一个农话，如何抓得了劫匪？张大人，小人愿协助官府追查，不求其他，只求还陈掌柜一个清白。你这小子倒是有几分的胆色。罢了，本官给你一道手令，准你进大牢探视陈掌柜。多谢张大人。李毅，你怎么来了？陈掌柜，玉竹小姐，让你们受苦了。事情我都知道了，这是无妄之灾。李大哥，你怎么进来的？我找了县城张大人，我一定想办法救你们出去。老夫很感激你这份心，只是那劫匪跑了，县衙也没办法，你又能如何？陈掌柜，当日你救治那汉子时，可有注意到什么特别之处？我记得那人说话是北方口音，身上有旧刀伤，还有他临走时掉了一样东西。什么东西？是一块木牌，上面刻着些奇怪的符号，后来就被捕头搜出来，说是劫匪的信物。这东西不像是普通劫匪会有的，倒像是山寨的令牌。陈掌柜，玉竹小姐，这木牌或许是条线索，我一定想办法把你们救出去。李毅，你自己也要小心，切莫莽撞。大哥，你一定要平安回来。放心，我还没跟陈掌柜做长久买卖呢，怎么能让你们一直在牢里待着？北边口音，旧刀伤，山寨令牌，这伙劫匪多半是北方战乱中的散兵。安平县往北是青石县，那边山高林密，确实容易藏人。如果我是劫匪，会藏在哪里？必须是有水源、易守难攻，能随时下山劫掠的位置。青石县境内多山，以我现在的狩猎经验，在山里找几个人，比县衙那些捕快强得多。只要找到劫匪藏身处，想办法拿到口供。陈掌柜，等我回来。已经走了2个时辰，这片山林比大荒村那边还密，确实适合藏人。有发现了。
看这模样不是普通猎户，猎户不会把营地设在这么隐蔽的山洞里。硬闯不行，得智取。六个，都是亡命之徒。正面冲突风险太大，但他们不可能一直缩在山洞里，总要下山劫掠。等他们分散，逐个击破。耐心是猎人最好的武器。嘿嘿，老大说等这批货出手，咱们就换个地方。安平县的捕头咬得太紧了。怕什么？那些捕快都是酒囊饭袋，上次围捕咱们20多个人，还不是让老大跑了？站住，别动！好汉饶命！好汉饶命！放下武器，跪在地上。我只想问几句话，老实回答就放你们走。前些日子，你们是不是抢了安平县一批官银？有个兄弟受了重伤，被乡里药铺救了。是，那兄弟是老三，他伤得太重，我们以为他活不成了，就把他放在药铺门口。没想到那老大夫真把他救活了。老三醒来后留了2个金饼当枕鳞就回来了。他说那老大夫是个好人，不认得我们，只是见伤就救。他亲口说的？那大夫不认得你们？千真万确。老三说那大夫只管救人，根本不问来历。你们老三现在在哪儿？就在洞里养伤呢，他伤还没好利索，走不了远路。把你们刚才说的话再重复一遍，我需要你们画押作证。药铺掌柜只是救了人，与你们毫无瓜葛。你们抢劫官银是死罪，但诬陷无辜的好人，那可是死后要下油锅的罪过。想清楚了再回答。我们画，那老大夫确实是好人，不该受牵连。张大人，你真找到那伙清楚？陈掌柜并不知对方来历，枕巾也是劫匪随手给的。你一个人怎么让劫匪画押的？在山里撞见2个下山买粮的，用打猎的本事唬住了他们。你叫李三，大荒村的农户，小人正是。这2份口供足以证明陈掌柜的清白。一个乡间带确实不可能与劫匪勾结。张县城传我令，李三协助破案有功，赏粟米2吨。多谢县令大人。李大哥，没事了，都过去了。李毅，大恩不言谢，老夫这条命算是欠你的。陈掌柜，快别这么说。当初我卖野山参，你2话不说给了5000钱，这份信任我一直记在心里。如今你蒙冤，我岂能袖手旁观？好，老夫没看错人。李大哥，这是我在牢里绣的，不值什么钱，就当是个念想。多谢你救了我爹。多谢狱中小姐，我会收好的。老三被抓了，谁干的？不是官府的人，听说是大荒村一个叫李三的农户独自进山找到了咱们的藏处处。一个农户，有意思。查清楚他的底细。老三知道的太多了，不能让他活着落到官府手里。至于那个农户，既然他多管闲事，就让他知道，有些闲事管了是要付出代价的。李三，我记住。